院长，让你久等了。耐心等女朋友化完妆，那不是最基本的吗？你才不要入戏太深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个季小姐可能的诉求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正好我有个想法，这离餐厅不远，我们走着说吧。嗯。你想到了什么？在像我这种物质条件一般的普通人来看，钱可以解决大部分苦恼。事实上确实如此。但生活中除了解决苦恼之外，还会有一些主动的向往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。所以，即使你不缺钱，也会努力工作，把企业做好，回馈社会。所以，即使台湾村条件没那么好，你会少拿工资，你也希望去那援助一段时间。所以，即使名利都不缺的季小姐，也一定有她主动追寻的东西。我看了她一些采访，她经常会提到突破和转型。很多演员都喜欢这么说。但我们假设她是真心的，是什么原因让她没有这样去做呢？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如果你某类角色演得好，观众喜欢，那找上来的项目都会差不多，因为觉得很保险。对，就是保险。他的经纪公司希望他可以延续以往的风格，而他自己呢，也许因为犹豫，就惯性的继续演下去了。跟你分享个消息，乔瑜帮忙打听了一下，季小姐好像跟经纪公司闹得有点僵。是因为辟谣声明的事儿？好像季小姐其实并不想否认。对。所以我猜她是真心想要转型的，却又很难开始，而怀孕恰好给了她一个推力，先从改变对外的形象开始。但是经纪公司好像不赞同，发了声明，又让她为难了。所以她才自己跑去我办公室，而不是通过经纪公司。我记得你那天说过，季小姐说她有自己的公开计划。是。一般这种公开都会找一个合适的契机。之前也有不少这种情况发生，恋情被曝光了，但后来才知道是自己公开的，只是因为接了一档恋爱综艺节目。你说季小姐会不会是表面上希望医院停掉纪录片的项目，但其实希望我们配合她的公开计划？你的意思是，季小姐的谜底就在谜面上？对，但是她又很爱面子，不愿意自己说出口，就逼着我们去猜。她其实是想要参演。其实我刚刚就想到了，我记得那天她特意看了拍摄方案，大概得知医院是要拍个纪录片之后，心里面就有了主意，也是抱着这个想法过来的。后来发现纪录片并不是围绕着孕妇进行的，心里面没那么满意，索性就来了一个声东击西。院长，如果她参演，会不会对纪录片有帮助啊？对她来说，倒是名利双收；对我们来说，宣传上倒是有好处。但其实我并不希望因为她出演而模糊了纪录片的重点。这样，我先去跟制片人沟通一下，让他怎么合理调整一下方案。好，那等你们沟通好了，我再去告诉他。也算是有头绪了。走吧，请你吃饭，当庆功了。走。哇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啊！我要拍一个照片。谢谢。乔瑜这两天有点忙，让他回来请你吃饭吧。我在跟叶世兰吃小龙虾呢。你妈？跟你前女友相处的不错啊。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前女友？她自己说的。你妈是希望你们再续前缘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
挺好的。我看你们相处的也不错。那我可相信你的眼光，我真觉得可以试试。你可别这么说，搞得我压力怪大的。我又不是很了解他。没事儿，反正他最近都会在医院，你可以多了解了解。他生病了？嗯，他是纪录片行业的，前段时间刚跟制片人认识，被聘请到这个项目来，所以才回来的。哦。我觉得你可以多接触接触，说不定你会觉得他真的还不错。你觉得好就行了呗。不过这种事儿也是要看感觉的吧？对啊，确实得多找找感觉。那你们为什么分手了？因为没感觉了。这的确是个问题啊。我倒觉得，感觉这个事儿本来就挺玄乎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一种感觉是，你第一眼看到对方的长相，就知道他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对，一见钟情的开始。本质上来说，这是某种性吸引力，也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。没错。这种吸引力还受到某种氛围的激发，比如对视、肢体接触、他人的起哄、暧昧的环境，甚至是说情绪的暗示等等。这是身体里的荷尔蒙在作祟。但我倒觉得这种感觉挺不靠谱的。那你觉得什么感觉靠谱啊？干嘛要告诉你？免得你又要出事。切，不说拉倒。我这不是看你受了情伤，想帮你分析分析。谁受了情伤啊？我只是善于学习和分析。倒是你，一掉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才需要分析吧？谁掉进去出不来了？还嘴硬？你不是还喜欢江怀民吗？啊？唉，这顿饭吃的我真是心塞。唉，云开见月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传闻？关键你还信？我可是有依据的，好吗？你当时在桃源村的时候，不还随身带了照片吗？我那只是之前放在书里忘了拿出来，我不是还当着你的面扔了吗？对啊，表白不成，因爱生恨，合理。哪里合理？那是臆测。那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撒谎说你男朋友是医生呢？我从最开始就没有撒谎，好吗？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？骗我妈这件事儿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。我刚开始跟江怀民秘密交往，就跟我妈说了。但是在一起之后，经常意见不合，总是吵架，我就有不太好的预感，就没有把照片发给我妈看。分手之后，我又去了桃源村，想着回来之后再跟她说吧，结果一拖再拖，就变成现在这样了。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啊？我是觉得没必要。他现在交了新的女朋友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也不尴尬。再说你也没有正式的问过我。那下属的隐私我怎么好随便问呢？你不是说把我当朋友吗？那朋友的伤心事就更不好意思问了。你总有理由。哎，那你跟前任关系还挺好啊。我问你，你还总说他好。那不一样。虽然我当着他的面还是很烦他，但是不能因为我烦他就觉得他哪哪都不好。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本来也没必要操心，好吧？我乐意，怎么着吧？你怎么今天这么幼稚？因为
看见了彩虹啊。彩虹？嗯，下午看见了彩虹，遇到了好事儿，所以开心。是因为季小姐的事儿？当然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以后告诉你。神神秘秘的，我还不想听了呢。哎，你必须要知道。我不听，不听，不听。你再给我站住！现在告诉你。